告诉你一个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真相：牙龈萎缩根本不是绝症，只要抓住一个每天只需1分钟的极简动作，再配合正确的日常护理，退缩的牙肉完全有机会慢慢恢复健康，甚至重新包裹牙根，让牙周病彻底远离你。很多人直到牙齿快掉了，才知道自己一直都在错误的伤害牙龈。而拯救牙龈的方法其实就藏在每天的生活细节里。这个动作不是吃药，不是手术，也不是什么昂贵的仪器，它简单到你可能不敢相信，但它真的有效。很多人试过之后都惊讶，原来牙龈可以慢慢长回来，牙齿可以不再敏感，口气可以变得清新，刷牙不再出血，牙缝不再越来越大。这些变化不是奇迹，而是牙龈组织本身的修复能力被唤醒了。今天我会把这个方法完整讲清楚，包括具体怎么做，做多久，什么时候做，用什么力度，有哪些禁忌，还有怎么配合日常护理，让你不走弯路，不花冤枉钱。如果你正在被牙龈萎缩困扰，或者害怕以后牙齿松动脱落，请一定把这段内容看到最后，你会有收获的。现在我们先来讲一个关键问题，什么是牙龈萎缩？很多人只看到牙齿好像变长了，其实那是牙龈往下退了，牙齿本身没有变长，是包住牙齿的肉变少了。你可以这样理解，牙齿就像一棵扎根在土里的大树，牙龈和牙槽骨就是包裹树根的土壤。健康的牙龈紧致厚实，它紧紧裹住牙根，保护着下方的牙槽骨和牙周韧带，让牙齿牢牢固定在牙床上。你可以用舌头舔一下自己的牙龈，健康的牙龈摸起来是紧实的，颜色是淡粉色，刷牙的时候不会痛，也不会随便出血。可一旦牙龈开始萎缩，情况就不一样了，牙龈会变薄，颜色会变暗，它会从健康的淡粉色变成苍白，或者变成暗红色，甚至有点发紫。这说明牙龈组织的血液循环变差了，营养供应不足，就像土壤流失了，树根开始露出来，牙齿看起来越来越长，牙缝也越来越宽。吃东西的时候容易塞东西，喝冷水或者热水的时候牙齿会酸痛，有时候吸一口气都会觉得敏感，这些都是牙龈萎缩的信号。但很多人一开始不当回事儿，觉得只是年纪大了，牙齿本来就该这样，其实不是。年纪大不等于牙龈一定萎缩，很多老人牙齿很好，牙龈也很健康，关键在于有没有好好保护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牙齿好像变长了，或者牙根露出来了，或者刷牙时经常出血，那就要注意了，这可能不是小问题，是牙龈在求救。接下来我们要搞清楚牙龈萎缩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它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，原因可以分成2大类，一类是病理性损伤，另一类是人为坏习惯造成的机械性损伤。这2类因素经常同时存在，互相加重，才让牙龈一步步走向萎缩。我们先说病理性损伤，头号元凶就是牙周病。牙周病是一种藏在口腔里的隐形杀手，它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，不痛不痒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牙周病，直到发现牙龈反复出血，或者口腔里有明显的异味，才意识到问题存在。可到了这个时候，牙菌斑和牙结石已经牢牢附着在牙龈边缘，大量有害细菌在牙龈下面不断繁殖，引发长期的慢性炎症。这些细菌会持续破坏牙龈组织，还会破坏支撑牙齿的牙槽骨。牙槽骨一旦流失，牙龈就会跟着向后退缩，这是牙龈萎缩最常见也最严重的原因。你可能会问，牙菌斑和牙结石是什么？牙菌斑是附着在牙齿表面的一层细菌膜，它是看不见的，但用手刮一下牙齿表面，如果有一层黏黏的东西，那就是牙菌斑。牙菌斑如果不及时清理，时间久了就会钙化变成牙结石。牙结石是硬的，像石头一样，刷牙是刷不掉的，只能通过专业的洁牙来清除。牙结石表面很粗糙，更容易堆积新的细菌，它就像给细菌盖了一座房子，让细菌在牙龈边缘不断繁殖。细菌产生的毒素会刺激牙龈，引起炎症，炎症持续存在，牙龈就会慢慢退缩。更麻烦的是，牙龈退缩之后会形成一个带子，我们叫牙周囊袋，这个带子很深，牙刷和牙线都很难清洁到里面，细菌就在里面不断繁殖，
炎症更加严重，牙龈萎缩也越来越厉害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如果长期放任不管，牙槽骨流失到一定程度，牙齿就会失去支撑，开始松动，最后脱落。这也是中老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。很多人以为人老了掉牙是正常现象，其实不是，大多数掉牙都是因为牙周病，而不是因为年纪大。很多年轻人因为忽视口腔清洁，早早就被牙周病盯上，年纪轻轻就出现牙龈萎缩，这非常可惜，因为牙周病是可以预防的，只要做好日常清洁和定期检查，就不会发展到掉牙的地步。除了细菌引发的牙周病，人为的坏习惯也是牙龈萎缩的重要原因。尤其很多年轻人，他们的牙龈萎缩不是因为牙周病，而是因为错误刷牙。这个问题太普遍了，很多人每天早晚都认真刷牙，却依然逃不过牙龈萎缩。问题就出在刷牙的方法和力度上。很多人刷牙像拉大锯，用很大力气左右横刷，尤其是靠近牙龈的位置，他们以为越用力越干净，其实这是最大的错误。牙龈边缘是最薄最嫩的部位，它经不起这样反复摩擦，长期用硬毛牙刷加上大力横刷，就像用砂纸反复打磨脆弱的牙肉，牙龈边缘会被慢慢磨损，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甚至会被刷出深深的缺口。这个缺口我们叫楔状缺损。有些人几乎没有蛀牙，牙齿表面很干净，但牙龈却严重退缩，牙根大面积暴露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刷牙太用力了。这种人为造成的伤害比牙周病更让人惋惜，因为牙周病至少还有细菌感染的因素，而这种伤害完全是自己造成的。而且很多人不知道，越用力刷牙，牙龈反而越容易出问题，因为牙龈受伤之后会萎缩，萎缩之后牙根暴露，更容易敏感。很多人觉得敏感就更要刷干净，于是更用力，结果伤得更重，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。所以刷牙的方法和力度真的非常重要。除了刷牙太用力，还有一些坏习惯也会伤害牙龈，比如长期用一侧牙齿咀嚼，会导致另一侧牙龈得不到锻炼，血液循环变差，容易萎缩，经常咬硬物，比如嗑瓜子、咬笔头、开啤酒瓶盖，这些动作会直接对牙齿和牙龈造成冲击，让牙龈受伤。还有吸烟，尼古丁会收缩血管，让牙龈的血液供应变差，牙龈就会变得苍白，缺乏营养，自我修复能力也会下降。熬夜、压力大、饮食不均衡，这些也会影响免疫力，让牙龈更容易发炎，更不容易恢复。所以牙龈萎缩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，它往往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。我们要想改善牙龈萎缩，就要把这些伤害因素一个一个找出来，一个一个停止，否则做再多的护理也是白费。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很绝望，觉得自己牙龈已经退了，牙根露出来了，是不是没救了？是不是只能等着牙齿掉？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这种想法大错特错。牙龈虽然不像皮肤伤口那样愈合的那么快，但它是有生命的活体组织，它有很强的自我修复和再生能力。只要你能及时停止所有伤害牙龈的行为，给牙龈创造一个干净、无刺激、营养充足的恢复环境，退缩的牙龈完全可以慢慢变得厚实，变得紧致，炎症也会逐渐消退。这个过程需要一点时间，但绝对是可以发生的。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理解，我们的脚后跟如果长期被不合脚的鞋子磨破，会起茧，会疼痛，但是只要换上合脚的鞋子，做好保湿护理，给皮肤一点时间，它就能慢慢愈合，恢复弹性。牙龈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只要消除炎症，停止机械损伤，改善血液循环，它就会主动启动修复机制。哪怕是已经萎缩一段时间的牙龈，也能迎来逆转的机会。根本不是大家口中的不可逆，真正让牙龈无法恢复的不是萎缩本身，而是错误的认知和持续的伤害。很多人在网上看到一些说法，说牙龈萎缩是不可逆的，只有手术才能解决，于是他们就放弃了，干脆不管了，结果越来越严重。其实这个说法太绝对了，医学上的不可逆通常是指牙槽骨吸收之后很难自行恢复，但牙龈软组织是有再生能力的，特别是轻度和中度的牙龈萎缩，通过正确的护理和按摩，
完全有机会改善。当然，这需要时间和耐心，不可能1-2天就恢复，但只要方向对，坚持做就一定有变化。所以，请你先放下绝望，跟我一起继续往下听，你会知道具体该怎么做。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号称能拯救牙龈萎缩的偏方，很多人盲目跟风尝试，不仅没效果，还耽误了最佳护理时间。今天我就把这些热门偏方一个一个拆解，告诉你哪些有用，哪些纯属交智商税。第一个是火遍全网的油拔法，这个方法号称每天用橄榄油或者椰子油漱口20分钟，就能把口腔里的毒素拔出来，让牙龈重新长回来。听起来很神奇，但事实是什么呢？油脂确实能溶解少量牙菌斑，带走部分表面细菌，对口腔卫生有一点点辅助作用，但它根本无法清除牙龈下方的牙结石和深层细菌，更不能促进牙龈再生，而且每天花20分钟漱口，时间成本很高，绝大多数人根本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人因为相信油拔法，就放弃了正规刷牙和洁牙，结果牙菌斑和牙结石越积越多，牙周病越来越严重，牙龈萎缩持续加重，完全得不偿失。所以油拔法最多只能作为一种辅助，绝对不能替代刷牙和洁牙。第二个偏方是喝绿茶护牙龈。网上说绿茶中的儿茶素能杀灭牙周细菌，预防甚至逆转牙龈萎缩。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，因为确实有研究表明，绿茶中的抗氧化成分能减轻牙龈炎症，抑制部分有害细菌繁殖。长期喝无糖绿茶的人，牙周状况会比不喝的人稍好一些，但这仅仅是辅助预防作用。对于已经出现的牙龈萎缩，光靠喝茶根本无法让退缩的牙肉长回来，最多只能减缓恶化速度，不能作为核心修复方法。如果你指望喝几杯绿茶就能让牙龈恢复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第三个偏方是用盐水或者双氧水长期漱口，认为能杀菌消炎。短期淡盐水漱口确实能缓解轻微牙龈炎症，比如牙龈有点红肿的时候，用温盐水漱口会觉得舒服一点，但长期使用高浓度盐水或双氧水会破坏口腔正常的菌群平衡。口腔里有很多有益菌，它们帮助我们维持健康环境，如果把它们也杀死了，反而会让有害菌更容易繁殖。而且高浓度的双氧水会灼伤牙龈黏膜，让牙肉变得更脆弱，反而加重萎缩。所以这些偏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只能起到微弱的辅助作用，绝对不能替代正规的口腔护理和专业的修复方法。想要真正改善牙龈萎缩，必须依靠科学、有效、可长期坚持的方法。你不要再把这些偏方当成救命稻草了，它们救不了你的牙龈。真正有用的方法，我们接下来就讲。很多人觉得偏方没用，就只能去医院做手术。确实，针对严重的牙龈萎缩，医院有专业的医疗方案，比如游离龈移植术。这个手术是从上颚取下一块健康的牙龈组织，移植到萎缩的部位，覆盖裸露的牙根。这个手术效果直接，但缺点是创伤比较大，上颚的伤口会疼，恢复期也长。还有微创的针孔手术，它通过小针孔松动牙龈组织，将其下拉覆盖牙根，术后疤痕小，恢复快。这两种手术能快速解决重度牙龈萎缩问题，但缺点也非常明显。第一，手术费用高昂，一次就要数千元甚至上万元，很多人负担不起。第二，手术存在感染、移植失败、术后疼痛等风险。第三，手术后如果不改变坏习惯，牙龈还会再次萎缩。所以手术不是一劳永逸的。更重要的是，绝大多数人的牙龈萎缩只是轻度或中度，根本没必要动刀。手术是最后的补救手段，不是日常护理的选择。如果你只是轻度萎缩就跑去动手术，那是过度治疗，而且手术不能替代日常护理。很多人做完手术就以为万事大吉，结果没几个月又复发了。所以不要一上来就想着手术，先试试更简单、更安全、成本更低的方法。对比之下，一种简单、安全、零成本，在家就能做的方法，才是适合普通人的牙龈修复首选。而这个方法早就被专业牙周医师认可，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该怎么做。现在我就揭晓，这个被牙周专科医师大力推荐，无数人亲身验证有效的核心万能动作，
就是温和牙龈按摩。没错，就是这个听起来普通到极致的小动作，却能从根源上改善牙龈血液循环，促进牙龈组织再生，逆转轻度和中度牙龈萎缩。它被业内称为牙龈的天然修复术。很多专业牙周医师都推荐这个方法，他们通过大量临床案例证实，每天坚持正确的牙龈按摩，能有效减轻牙龈炎症，减少刷牙出血，让牙龈重新变厚变紧致，甚至让牙周囊袋深度明显变浅。我自己也坚持，牙龈按摩一段时间后，原本刷牙必出血的问题消失了，牙龈苍白萎缩的情况也改善了，牙龈恢复成健康的淡粉色，牙齿敏感的问题也完全缓解。身边很多人跟着做，2周就看到牙龈出血减少，1个月后牙龈明显变厚实，效果真实可见，没有任何虚假宣传。所以请你认真听接下来的内容，我会把按摩的每一个细节都讲清楚，你听完就能上手做。接下来我要给你一套保姆级的牙龈按摩实操教程，从时机、准备、手法、力度到频次，每一个细节都讲清楚，新手零门槛就能学会，坚持做就能看到效果。首先是按摩的最佳时机，按摩最好放在刷牙之后。为什么要刷牙之后呢？因为刷牙之后，牙齿表面的大部分牙菌斑已经被清除，这时候按摩不会把细菌揉进牙龈深处，效果会翻倍。而且刷牙之后，牙龈已经受到轻微刺激，血液循环开始加快，这时候趁热打铁按摩，能进一步激活牙龈活力。所以记住，先刷牙，再按摩，每天早晚各做一次，每次只需1分钟，完全不占用时间。你不要觉得1分钟太短，关键是坚持。1分钟听起来短，但如果你每天早晚各做一次，1年下来就是700多次，这个累积效果非常可观。而且牙龈按摩不挑地方，你可以在浴室做，也可以在卧室做，站着坐着都可以，只要手是干净的就行。按摩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，你千万不要忽略这一步。首先要彻底洗净双手，用洗手液反复清洗，特别是指甲缝，很多人指甲缝里藏着污垢和细菌，如果不洗干净就伸进嘴里，很容易引起感染。所以一定要用流动的水配合洗手液，把手指和指甲缝都洗干净。如果你的指甲比较长，或者做了美甲，一定要提前剪短指甲，或者戴上一次性指套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指甲太长太尖，很容易刮伤娇嫩的牙龈黏膜，牙龈受伤之后不仅疼痛，还容易发炎，反而会加重萎缩。所以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，不要偷懒。只有把手洗干净了，指甲修好了，才能安心按摩。准备工作做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按摩工具首选自己干净的食指指腹。为什么用手指呢？因为手指灵活度高，能精准控制力度和角度，能照顾到牙龈的每一个部位。手指比专用按摩器更方便，也更容易掌握力道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用牙刷背面的软胶凸起，或者专门的橡皮按摩头来辅助，但手指是最便捷、最有效的工具。你不需要额外花钱买任何工具，用你自己的手指就够了。按摩的时候，嘴巴微微张开，保持一个舒服的状态，不要紧张，也不要把嘴巴张得太大，自然放松就好。然后用指腹紧紧贴住牙龈表面，注意是指腹，不是指甲，也不是指尖，是手指上最柔软的那块肉。贴住之后，以画小圆圈的方式轻轻按揉，就像你在给牙龈做一个小小的按摩。先从上排门牙的牙龈开始，慢慢向两侧大臼齿移动，每个部位按摩5到10秒。外侧牙龈按摩完，千万不要忽略内侧牙龈。内侧牙龈同样重要，很多人只按摩外侧，忽略了内侧，这样效果会打折扣。内侧牙龈也要用指腹画圈按摩，从门牙内侧一直到臼齿内侧。内侧空间比较狭窄，操作起来稍微有点不方便，但你可以用右手按摩左侧内侧，用左手按摩右侧内侧，这样就容易够到每一处了。不要怕麻烦，1分钟的时间足够，你把上下内外都按一遍。最后重点按摩最后一颗智齿后方的牙龈。为什么要重点按这里呢？因为这里是细菌最容易藏匿的地方，也是牙龈萎缩的高发区，很多人这里容易发炎，所以一定要按到上下排牙龈都要按摩到位。
整套流程下来刚好1分钟，简单又高效。你只要每天坚持做，就会看到变化。按摩的力度是关键，这也是很多人容易出错的地方。很多人误以为越用力效果越好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牙龈按摩讲究轻柔适度，力度要非常轻，就像按摩婴儿的肌肤一样，不能太用力，太用力会伤到牙龈，反而适得其反。那怎么判断力度对不对呢？当你按压力度适中时，牙龈会短暂变白，松开后迅速恢复红润，牙龈会有温热的感觉，这就是血液循环被充分激活的信号。如果你按得太重，牙龈会疼痛甚至破损，那就说明你用力过猛了，一定要减轻力度。记住一句话，温和才是修复牙龈的核心，千万不要用蛮力。牙龈不是肌肉，它很娇嫩，它需要的是温柔的刺激，不是暴力的揉搓。很多人觉得用力按才有效，这是一个大误区，请你一定要记住，轻轻的柔柔的，让牙龈感到舒服，而不是疼痛。只有这样的力度才能促进修复。如果你按完之后牙龈很不舒服，或者出血了，那就说明你的力度太大了。要调整按摩的时候不要着急，慢慢来，用心感受手指下面的牙龈，你会发现不同的部位厚薄不一样，有些地方厚一点，有些地方薄一点，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力度，薄的地方更轻一点，厚的地方可以稍微多按2下，但整体都要轻柔。这个分寸你多练习几次就能掌握，不要怕做不好，只要方向对，慢慢就会上手。坚持正确的牙龈按摩，短期和长期都会出现肉眼可见的真实变化，这些变化都有专业研究数据支撑，绝非夸大其词。我们先说短期变化，坚持1到2周，你会看到牙龈颜色开始恢复健康，原本苍白、暗红、发紫的牙龈会慢慢变成均匀的淡粉色，这说明牙龈的血液循环改善了，营养供应恢复了，牙龈摸起来也会变得紧实有弹性，不像之前那样松软，牙龈的新陈代谢明显加快，亚健康状态彻底改善。同时，刷牙出血的问题会大幅减少，甚至完全消失。原本刷牙时牙膏沫里的血丝会彻底不见，这是因为牙龈炎症消退了，组织变坚韧了，不再轻易受损。牙齿敏感的情况也会缓解，吃冷热食物不再钻心疼痛，这是因为牙龈慢慢包裹住牙根，牙根不再直接暴露在刺激之下，口腔异味也会明显减轻，口气变得清新，这是因为细菌减少了，炎症控制了，这些变化在2周内就会开始显现，你会觉得口腔里舒服多了。如果你坚持得更久，长期坚持3个月以上，牙龈组织会真正变厚变高，部分轻度萎缩的牙龈会慢慢回弹，重新包裹牙根，牙缝变大的情况也会得到改善。你会发现牙齿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长了，牙根露出来的部分变小了，这就是牙龈在慢慢长回来。有研究显示，持续正确按摩，牙龈2周牙周囊袋深度平均减少 0.3 毫米。你别小看这 0.3 毫米，对于牙周组织来说，这是非常明显的改善。这意味着牙龈重新贴合牙齿，细菌无法藏匿，牙周健康持续提升。长期坚持下来，牙槽骨流失的速度会大幅减慢，牙齿越来越稳固。你可以彻底远离牙周病和牙齿松动的困扰，哪怕是中老年人也能保住自己的天然牙，不用早早佩戴假牙。所以牙龈按摩不是没用的，它是真的有效，只要你有耐心，愿意坚持，你会看到结果。那么牙龈按摩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呢？它的核心原理可以从4个维度来拆解，每一个都直击牙龈萎缩的根源。第一个原理是激活血液循环，牙龈萎缩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局部供血不足，牙菌斑、牙结石和炎症会压迫牙龈血管，加上年龄增长和不良习惯，牙龈长期处于缺氧、缺营养的亚健康状态。按摩通过温和的按压，可以扩张牙龈血管，让大量新鲜血液涌入，带来充足的氧气和营养，这就为牙龈修复提供了动力。同时血液循环改善了，也能抑制厌氧菌繁殖，因为很多有害细菌是厌氧的，它们不喜欢氧气，血液循环好了，氧气多了，这些细菌就不容易存活，这样从根源上减轻炎症。第二个原理是促进唾液分泌，
牙龈表面分布着很多微小的唾液腺，按摩会持续刺激这些腺体，让唾液分泌量大幅增加。唾液是牙齿的天然保护剂，它能中和口腔酸性，帮助牙釉质再矿化，冲刷食物残渣，稀释细菌毒素，减少牙龈刺激，让口腔环境保持健康。你按摩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口水变多，这是好现象，说明唾液腺被激活了。第三个原理是养护牙周韧带。牙龈和牙根之间靠牙周韧带连接，韧带负责固定牙齿，缓冲咬合压力。韧带健康与否直接影响牙齿稳固度。牙龈按摩能刺激牙周韧带，促进它的血液循环，让韧带保持弹性和活力，这样牙齿就不会酸软松动。第四个原理是强化牙龈组织，按摩能促进牙龈上皮角化，让牙龈表面变得更结实，同时推动结缔组织增生，让牙龈整体变厚变紧致，形成一层天然的保护垫，抵御细菌和机械损伤。这就是按摩能让牙龈从脆弱变强健的底层逻辑。你看，这个简单的动作背后是有科学道理的，它不是玄学，不是偏方，它是通过改善血液循环，促进组织修复来起作用的。虽然牙龈按摩安全有效，但也有明确的禁忌和注意事项，你一定要严格遵守，避免适得其反。首先，牙龈处于急性炎症期时禁止按摩。什么叫急性炎症期呢？比如牙龈红肿的很厉害，轻轻一按就很痛，甚至有脓液渗出来，这时候千万不要按摩，因为按摩会导致炎症扩散，加重病情。你应该先去看医生，把急性炎症控制住，等炎症消退了再开始按摩。其次，刚拔完牙，做完根管治疗，做完牙周手术的人，伤口还没有愈合，不能按摩，需要等伤口完全恢复，炎症消退之后再开始按摩，不然会影响伤口愈合，甚至引起感染。还有智齿发炎的时候，智齿周围的牙龈也不能按摩，需要先消炎或者拔除智齿，再进行日常护理。这些情况一定要记住，不要觉得按摩好就什么时候都按，该停的时候要停。另外，特殊人群需要谨慎，比如天生牙龈过薄的人，或者牙周位置异常的人，或者有牙齿贴面的人，建议先咨询专业牙医，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按摩部位和力度，不要盲目自己按。绝大多数健康人群，只要按照正确手法按摩，都是安全无副作用的。专业牙周医师也会把牙龈按摩作为术后护理的方法之一，足见它的安全性和专业性。所以只要你没有上述禁忌情况，就可以放心开始。想要让牙龈按摩的效果翻倍，还可以配合3个零成本的辅助养生小技巧。这些技巧简单易做，和核心动作搭配起来，修复效果会更显著。第一个是晨起轻叩齿，每天起床后，上下牙齿轻轻相碰30到50次，不用用力过猛，轻微震动就能带动牙龈血液循环。这是传统的口腔养生方法，很温和，不刺激，适合所有人群。你可以在刷牙之前做，也可以在刷牙之后做。轻叩的时候要放松，不要咬得太用力，就像在轻轻敲牙齿一样。第二个是舌尖按摩法，闲暇的时候用舌尖在口腔内画圈，轻轻顶压各处牙龈，尤其是下排牙龈内侧。舌头很灵活，也很方便，不用动手，上班看电视的时候都能悄悄做。这个动作可以持续刺激牙龈循环，帮助牙龈保持健康。第三个是合理咀嚼锻炼，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，比如苹果、玉米、胡萝卜，充分咀嚼能摩擦牙面，刺激牙龈，让牙龈和牙齿得到锻炼，避免因为饮食过于精细导致牙龈退化。现代人吃的东西太软了，牙龈得不到足够的刺激，也容易萎缩，所以适当吃一些需要咀嚼的食物，对牙龈有好处。但要注意，咀嚼之后要及时清洁口腔，防止食物残渣残留。这3个小技巧都不花钱，也不费时间，你可以把它们融入日常生活，和按摩一起做，效果会更好。再好的修复方法也离不开底层的基础护理。想要牙龈彻底远离萎缩，必须纠正日常错误习惯，守住口腔健康的底线。首先是掌握正确的巴氏刷牙法，这个方法很重要，你一定要学会把软毛牙刷放在牙齿和牙龈交界处，牙刷毛和牙龈呈45度角，轻压在牙龈边缘，然后小幅度水平颤动刷毛，让刷毛深入牙龈沟，
把牙菌斑清出来，每次刷牙至少2分钟，力度一定要轻柔，坚决杜绝硬毛牙刷和大力横刷。很多人刷了一辈子牙，方法都是错的，所以从现在开始要重新学习刷牙。你可以对着镜子练习，感受刷毛在牙龈边缘轻轻颤动，而不是来回拉扯。只有正确的刷牙方法才能保护牙龈不受伤害。其次，每天使用牙线或牙缝，刷牙刷的刷毛无法清洁牙缝深处，牙线能彻底清除牙缝里的食物、残渣和牙菌斑，避免牙龈乳头发炎萎缩。很多人刚开始用牙线会出血，这是正常现象，因为牙龈有炎症，坚持用几天，炎症消退了，出血就会好转。不要因为出血就不敢用，那会让牙缝越来越脏。再者，戒掉伤牙的坏习惯，停止咬硬物、嗑瓜子、咬笔头，戒烟限酒。尼古丁会收缩牙龈血管，导致牙龈缺血、缺氧，这是牙龈萎缩的重要诱因。戒烟能快速改善牙龈血液循环，提升修复效果。最后，补充营养，多吃富含维生素 C 和胶原蛋白的食物。维生素 C 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关键，胶原蛋白是牙龈和牙周韧带的核心组成部分。缺乏维生素 C 会导致牙龈松弛萎缩。每天保证足量的蔬果摄入，多喝水，保持口腔湿润，同时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D， 维护牙槽骨健康，为牙齿提供坚实支撑。这些基础护理做到了，牙龈按摩的效果才会更好。它们是相辅相成的，不要只做按摩，其他都不管，那效果会打折扣。牙龈按摩没有年龄限制，不同人群开始护理的时机不同。核心原则永远是预防大于补救。年轻人牙龈活力旺盛，从现在开始坚持按摩和正确护理，能从根源上预防牙龈萎缩，让牙周组织一直保持健康状态，避免年纪轻轻就出现牙齿老化问题。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年轻，不会有牙龈问题，其实不是。很多年轻人因为刷牙太用力或者清洁不到位，已经出现了早期牙龈萎缩，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。所以越早开始越好。中年人新陈代谢减慢，牙龈开始出现轻微衰退，每天坚持按摩能激活牙龈活力，延缓萎缩，守住牙齿健康。中年人压力大，工作忙，很多人顾不上口腔健康，结果牙龈问题越来越严重，所以中年人更要重视。每天1分钟不耽误时间，却能为将来省下很多麻烦。老年人牙龈已经出现不同程度萎缩，更要持之以恒地按摩，配合基础护理，能减轻炎症，稳固牙齿，避免牙齿脱落，提升生活质量。很多老年人觉得牙齿掉光了很正常，其实不是，只要好好保护，很多牙都能用一辈子。牙龈按摩可以帮助老年人保住剩下的牙齿，让他们吃得好，生活质量更高。所以无论多大年纪开始护理牙龈，永远都不晚，越早坚持，牙齿越健康。你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按摩没用了，不是的，只要你还有牙龈，还有牙齿，按摩就有帮助。关键是开始做，并且坚持做。牙龈从来都不是一旦萎缩就无法修复的易碎品，它的自我修复能力远超我们的想象。真正决定牙龈健康的不是昂贵的护肤品或手术，而是每天1分钟的坚持和正确的日常护理习惯。牙龈按摩这个简单的动作，看似平凡，却能从根源上激活牙龈活力，逆转萎缩，远离牙周病，让我们到老都能拥有一口稳固健康的牙齿，露出自信灿烂的笑容。不要等到牙齿松动、疼痛难忍才后悔。从今天起，每天花1分钟给牙龈做一次温柔的按摩，配合正确的刷牙、清洁和生活习惯，让退缩的牙肉慢慢长回来，让牙周病彻底远离。你会发现，守护牙齿健康从来都不是难事。坚持下去，你也能拥有粉嫩紧致的牙龈，一口好牙伴一生，笑容永远灿烂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个赞，也请订阅这个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实用分享。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牙龈状况，或者你试过按摩之后的变化，你的经验可能会帮助到另一个人。我们一起把口腔健康这件事做好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很多人问我，按摩的时候可以用牙膏吗？我的建议是不要用牙膏，因为按摩的主要目的是刺激牙龈，不是清洁牙齿。
牙膏里的成分可能会刺激牙龈，而且按摩时手指上有牙膏会滑，不好掌握力度，所以刷牙之后用清水漱口，再用干净的手指按摩就可以了。也有人问，按摩之后需要漱口吗？可以漱口，也可以不漱。按摩过程中可能会分泌很多唾液，咽下去也没关系，那是正常的口水。如果你觉得不舒服，可以用温水轻轻漱一下，但不要用漱口水，因为漱口水里的化学成分可能会影响牙龈。还有人问，按摩会不会把牙齿按松？不会的，只要力度正确，按摩反而会让牙齿更稳固，因为它改善了牙周组织的血液循环，增强了牙周韧带的弹性。当然，如果你本身牙齿已经严重松动，那要先去牙科检查，不要自己乱按。还有人问，按摩多久能看到效果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一般来说2周左右会感觉到牙龈出血减少，颜色变好，1个月左右会看到牙龈变厚，3个月以上会看到萎缩改善，但前提是你每天都坚持，而且刷牙方法正确。如果你一边按摩一边继续用硬毛牙刷大力横刷，那效果会很差，所以一定要配合正确的日常护理。还有人问，牙龈按摩能替代洗牙吗？不能，洗牙是清除牙结石的必要手段，按摩不能清除牙结石。如果你有牙结石，一定要去牙科洗牙，洗完牙再按摩效果更好，因为牙结石清掉了，牙龈的刺激源没了，按摩才能更有效的促进修复。所以建议每半年到1年洗一次牙，不要因为怕洗牙就不去，牙结石不除，牙龈萎缩很难好。我再强调一下刷牙的正确力度，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轻柔，你可以做个实验，用手指轻轻按在自己的牙龈上，感觉舒服，没有痛感，那个力度就是刷牙应该用的力度。或者你可以把牙刷放在手上刷，如果觉得刺痛，那就是太用力了。牙刷毛应该选择软毛的，不要用硬毛。硬毛牙刷对牙龈伤害很大。还有人刷牙的时候像刷地板一样，来回用力刷，这是最伤牙龈的。你要改成小幅度的颤动，让刷毛在牙龈边缘轻轻震动，这样才能清掉牙菌斑，又不伤牙龈。这个动作需要练习，但一旦学会，你会觉得口腔更干净，牙龈也更舒服。记住，刷牙不是越用力越干净，方法对了，轻柔也能刷干净，方法错了，用力也白费，而且还会伤害牙龈，这是很多人牙龈萎缩的主要原因之一，一定要改过来。关于牙线的使用，我再多讲几句。很多人觉得用牙线麻烦或者怕出血，其实牙线是保护牙龈的好工具，正确使用牙线不会让牙缝变大，反而能防止牙龈萎缩。因为牙龈萎缩的一个原因就是牙缝里的细菌和食物残渣刺激牙龈，用牙线把这些东西清掉，牙龈就不会发炎，也就不会继续萎缩。使用牙线的时候要轻轻滑入牙缝，不要用力压到牙龈上，然后把牙线弯成 C 形，包住牙齿侧面上下刮几下，每个牙缝都要清到。刚开始用可能会有点出血，那是牙龈有炎症的表现，坚持用几天，炎症消了，出血就会停止。如果你觉得用牙线很难，也可以用牙缝刷，特别是牙缝比较大的人，牙缝刷更方便，但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大小，不要硬塞。每天晚上刷牙之后用1次牙线就够了，白天如果塞东西也可以随时用。这个习惯对牙周健康非常重要，不要偷懒。营养方面我再具体一点，维生素 C 丰富的食物有奇异果、芭乐柑橘、青椒、花椰菜、番茄，每天吃一点能帮助牙龈胶原蛋白合成。胶原蛋白丰富的食物有猪皮、鸡爪、鱼皮、牛筋，但这些食物脂肪含量可能较高，要适量吃。也可以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，比如鸡蛋、鱼肉、豆腐。蛋白质是牙龈组织修复的基础。钙质丰富的食物有牛奶、小鱼干、豆腐、芝麻。维生素 D 可以通过晒太阳获得，也可以吃一些深海鱼、蛋黄。这些营养素对牙槽骨和牙龈都很重要，你不需要买昂贵的保健食品，从天然食物中摄取就够了。关键是每天都要有均衡的营养，不要偏食，不要长期吃太软的食物，适当咀嚼对牙龈也有好处，多喝水也重要。口腔湿润可以减少细菌滋生，尤其是口干的人更容易蛀牙和牙周病，所以每天喝足够的水，
不要等到口渴才喝。如果你有口干的问题，可以少量多次喝水，或者含一点无糖的喉糖刺激唾液，但这些是辅助，不能替代按摩和清洁。很多人担心按摩会传染细菌，其实只要把手洗干净，就不用担心。口腔本身就有很多细菌，我们不可能完全无菌，但手指上的细菌如果进入口腔，可能会引起其他问题，所以洗手是必须的。你也可以在按摩前用一点漱口水漱口，让口腔里的细菌减少一些，但不要长期依赖漱口水，它可能破坏菌群平衡，偶尔用可以，日常还是以刷牙和按摩为主。关于牙龈萎缩的程度判断，我简单说一下。轻度萎缩就是牙龈边缘稍微下降，牙根露出一点点，可能没有明显症状，只是看起来牙齿有点长，这个时候按摩效果最好。中度萎缩，牙根露出比较多，牙齿敏感明显，牙缝变大，按摩可以改善炎症。部分恢复牙龈重度萎缩，牙根大面积暴露，牙齿松动，这时候按摩只能辅助，可能需要手术，所以越早开始护理越好，不要等到重度了才着急。如果你已经开始按摩了，请注意观察自己的反应。如果按摩后牙龈很舒服，颜色变好，那说明方法对了。如果按摩后牙龈疼痛或者出血更多，那可能是力度太大或者时机不对，比如牙龈正在发炎，就要暂停。观察几天，不要硬按，可以先用温盐水漱口，等炎症消退再继续。按摩不是越痛越有效，那是误区。任何疼痛都是身体的警告，要尊重它，调整它。牙龈修复是一个温和的过程，需要耐心和温柔，不要急于求成，慢慢来。每天1分钟，时间长了你会看到改变。我再补充一个重点，很多人只关注按摩，却忘了定期看牙医。牙龈萎缩可能是牙周病的信号，而牙周病需要专业治疗，光靠按摩和刷牙有时候不够，特别是有牙结石的时候，一定要去洗牙。牙结石是刷不掉的，它会持续刺激牙龈，让炎症不退，所以每半年到1年去牙科检查一次，洗一次牙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如果你有牙周病，医生可能会建议做牙周刮治，就是把牙龈下面的牙结石清干净。这个治疗虽然有点不舒服，但对控制牙周病很关键。做完之后配合牙龈按摩和日常护理，效果会好很多。不要因为害怕看牙就逃避，拖延只会让问题更严重。早期处理花钱少，痛苦也少。关于吸烟，我再多强调一下，吸烟对牙龈的伤害非常大。尼古丁会让血管收缩，牙龈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，就会变得苍白萎缩，而且吸烟的人牙周病进展更快，治疗效果也差。如果你有牙龈萎缩又吸烟，我建议你尽早戒烟，哪怕减少吸烟量也比继续抽好。戒烟之后，牙龈的血液循环会改善，按摩的效果也会更明显。很多人戒烟之后发现牙龈颜色变好了，出血也少了，这是真的。所以为了你的牙齿，也为了全身健康，请把烟戒掉。喝酒也要适量，过量饮酒会影响免疫力和口腔黏膜健康，对牙龈也不好。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比任何补品都有效。最后我想再总结一下，牙龈萎缩的改善靠的不是神奇偏方，也不是一次性的治疗，而是每天1分钟的温和按摩，加上正确的刷牙方法，每天使用牙线，定期洗牙，戒掉坏习惯，补充均衡营养，这些组合在一起，才能让牙龈慢慢恢复健康。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慢，但方向是对的，只要坚持，你会看到变化。牙龈是有生命的，它值得你每天花1分钟去照顾它。你今天开始行动，未来的你会感谢现在的自己。不要在牙齿松动之后才后悔，现在就开始温柔地按摩你的牙龈，让它重新变得粉嫩紧致，让笑容更加自信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，让更多人知道牙龈萎缩不是绝症，用对方法就能改善。谢谢你的耐心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牙周病不只是口腔问题，它和全身健康关系密切。研究发现，牙周病与糖尿病会互相影响，血糖控制不好的人，牙周病往往更严重，牙周病也会让血糖更难控制。所以如果你有糖尿病，更要特别照顾牙龈，按摩和清洁能帮助减轻炎症，对血糖也有好处。牙周病还与心血管疾病有关，
口腔里的细菌可能进入血液，影响血管健康，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。这不是吓人，是有研究依据的。所以保持牙龈健康，不只是保住牙齿，也是保护心脏和大脑。另外，牙周病和认知退化也有一定关联。长期慢性炎症可能对大脑有负面影响，虽然具体机制还在研究，但保持口腔卫生对整体健康绝对有好处。你看，每天1分钟的牙龈按摩，不只是为了牙龈，也是为了全身，这笔投资非常划算。你不需要花很多钱，只需要一点耐心和坚持，就能同时照顾口腔和身体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再强调洗牙的重要性，很多人对洗牙有误解，觉得洗完牙牙缝变大了，其实不是洗牙让牙缝变大，而是牙结石被清掉之后，原本被结石填满的牙缝露出来了。那些牙缝本来就是牙龈萎缩造成的，只是之前被结石遮住了。洗牙并不会伤害牙齿，也不会让牙龈萎缩加重，相反，洗牙能消除炎症，阻止牙龈继续萎缩，所以不要怕洗牙。定期洗牙是保护牙龈的重要一步，一般建议半年到1年一次。如果你有牙周病，可能需要更频繁，比如3个月到半年一次。具体听医生的洗牙之后，牙龈会有点敏感，这是正常现象，过几天就会好。洗牙后配合牙龈按摩，效果会更好，因为刺激源没了，牙龈修复得更快。关于按摩时用的工具，我再多解释一下。有些人觉得用手指不卫生，或者手指太粗，不好按摩内侧，这时候可以用专门的牙龈按摩棒，药妆店或网上都有卖。它有一根长柄，顶端有软胶头，可以伸到内侧牙龈，使用起来很方便。但要注意选择材质柔软的，不要用太硬的，用之前也要清洗干净。还有一种硅胶指套，上面有小刷毛，可以套在手指上按摩，也很实用。不管你用什么工具，核心原则都一样，要温和，要干净，要每天坚持工具只是辅助，手指一样可以做得很好。你不需要花大钱买器材，只要把手洗干净，用自己的手指就足够了。关键是做，而不是买。另外，按摩的环境也很重要，找一个安静放松的地方，不要在赶时间的时候做，最好是早晚刷牙后站在洗手台前，对着镜子，这样可以看到自己的动作，也比较容易掌握位置。如果你有老花眼，看不清楚，可以凭感觉来，手指会告诉你牙龈在哪里，轻轻摸一圈就能找到牙龈和牙齿的交界，不用看得很清楚，放松心情，慢慢按，当成一种自我照顾的仪式，这样更容易坚持。不要把它当成负担，1分钟很快就过去了。你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按，或者一边想事情一边按，但要专注力度，别分心太多。习惯之后，你会觉得按摩很舒服，不做反而少了点什么。再补充关于牙缝刷，如果你的牙缝比较大，牙龈萎缩已经造成黑三角，牙线可能不够，这时候用牙缝刷更好。牙缝刷有不同尺寸，选择刚好能通过牙缝的大小，不要硬塞，轻轻的来回刷，把里面的食物残渣和牙菌斑清出来。每天晚上刷牙后使用。牙缝刷对预防牙龈乳头萎缩很有帮助，很多中老年人牙缝大，用牙缝刷比牙线方便。也可以两者配合使用，先用牙线，再用牙缝刷，清洁效果更好。使用后要用清水冲干净，放在通风处晾干，定期更换，一般2到3周换一次，或者刷毛变形就换，保持清洁，避免细菌滋生。关于牙膏的选择，很多人问有没有推荐的牙膏，对于牙龈萎缩，选择温和无刺激的牙膏就好，不要用太强的美白牙膏或粗颗粒的牙膏，它们可能磨损牙龈和牙根，可以选含氟牙膏，帮助防蛀。如果牙齿敏感，可以选抗敏感牙膏，含钾盐或细盐的，能减轻冷热酸痛，但牙膏只是辅助，不能替代按摩和正确刷牙。不要被广告忽悠，花大钱买号称能治牙龈萎缩的牙膏，那些多半没有科学依据，基础清洁做到位，比什么牙膏都重要。你刷牙的时候，牙膏用量不用多，1颗豌豆大小就够了。刷完用清水漱干净，不需要把牙膏含在嘴里太久。按摩时不需要牙膏，直接用干净手指就行。我想再提醒一下，有些人按摩牙龈时会不自觉的憋气，这样不好，要自然呼吸，放松肩膀和下巴。
你可以试着用鼻子呼吸，嘴巴微微张开，这样比较舒服。按摩的时候，如果觉得手酸，可以暂停一下，换换姿势，不用一次按完1分钟，分2次也可以，比如上排30秒，下排30秒，重点是要把每个区域都照顾到，不要匆匆忙忙，质量比速度重要，慢慢来，找到自己的节奏。每天做，肌肉记忆会形成，以后就会很顺手。